平安，歡迎回來第四度空間。如果你點開這部影片的時候，剛好覺得人生好像跌倒在深深的谷底，或者正處在一場你根本看不懂的風暴裡，我想跟你說，沒關係，你先深呼吸，讓我陪陪你。今天我想講一個很古老卻超級懂你的故事——約伯記。很多人以為聖經裡都是在講一些高高在上的大道理，但約伯記完全不是那種拍拍你的肩膀，叫你想開一點啊的心靈雞湯。它其實是一本當你覺得人生莫名其妙，快要撐不下去的時候，最棒的神隊友。故事的主角約伯本來是個超級好人，信仰虔誠，家庭幸福，卻在短短的一天之內失去了一切，財產、孩子，甚至自己的健康全都沒了。他整個人坐在灰燼裡，痛得大哭，一直問上帝：為什麼是我？如果你現在心裡也正吶喊着這句為什麼是我，那接下來的內容就是專門為你準備的。在這本書裡，我們沒有找到那個為什麼的標準答案，但我們找到了一些超級療癒的智慧，可以幫現在的你輕輕的包紮傷口。第一個想給你的擁抱是，在上帝面前，你可以極致的誠實。約伯在最痛的時候，他崩潰大叫，甚至詛咒自己出生的那一天。可是你知道嗎？上帝根本沒有因為他情緒失控而罵他，反而上帝後來去罵了那些在旁邊講風涼話、講宗教大道理的朋友。所以，如果現在的你覺得很氣、很累，覺得超級不公平，那都沒關係哦。你可以對上帝發脾氣，不用在他面前假裝堅強。你的痛苦不是因為你犯了罪，你問為什麼，也不代表你沒有信心。把情緒發洩出來吧，上帝的心臟很大顆，他絕對接得住你。第二個想跟你分享的療癒智慧是，請放下對自己的責備。約伯的朋友們一直覺得會遇到這麼慘的事，一定是因為約伯做錯了什麼，遭報應了啦。但約伯心裡知道，根本不是這樣。這本書用42章的篇幅告訴我們活在一個很複雜、很破碎的世界裡。受苦通常不是因為你做錯了什麼事，所以不要再一直鑽牛角尖，去尋找那個是不是我哪裡沒做好的原因了。當你聽到別人跟你講一些沒同理心的幹話時，不要往心裡去，不要把不屬於你的重擔硬壓在自己身上。你沒有被懲罰，你真的只是遇到了一場大風暴而已。第三個智慧，我們稱為旋風帶來的視角大轉換。當上帝終於在故事尾聲出現時，他並沒有給約伯一張受苦原因說明書，他反而帶約伯去看了大自然，看了滿天星空，看了連人類都无法控制的巨大生物。這其實是在溫柔地提醒我們，在這個巨大的宇宙裡，我們看到的真的只有一小部分。如果你覺得現在快被生活壓垮了，我們可以試着練習交托。你可以去看看星星，看看大海，或者哪怕只是看着路邊的一株小草，讓造物主的偉大來提醒你，如果上帝能撐住整個宇宙的運轉，那麼即使你現在完全看不懂他的劇本，他也絕對有能力穩穩地拖住現在的你。第四，也是最後一點，安靜陪伴的力量。
約伯的那些朋友，其實在頭7天表現得蠻好的。那時候，他們就是安靜地坐在灰燼裡陪着約伯。他們最大的敗筆，就是從開始講話、開始說教的那一刻起。所以，如果你現在好痛，請去尋找那種願意安靜陪着你，不會一直逼你趕快好起來的朋友。因為真正的療癒，往往發生在無聲的陪伴裡，而不是在找尋答案裡。在故事的最後，約伯的生活重新步上了軌道，但那是帶着傷疤的新常態。他最大的收穫，並不是把失去的東西拿回來，而是在痛苦的深淵裡，親自遇見了神。就像他自己說的：“我從前風聞有你，現在親眼看見你。”如果你現在正走在人生的黑夜裡，甚至覺得自己坐在灰燼中，我想溫柔地告訴你，你並不孤單。就算你現在什麼大道理都聽不進去，我只希望你能記得這一句：你的眼淚是神聖的，你被深深愛着，而且一切都會慢慢好起來的。願今天的分享能給你一點點走下去的力量。我們下次見。